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就讲述那个佛子行37颂。那么课盘当中呢，就是做前天这个加行部分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是讲那个真心。这讲真心呢，就是应该分那个三个问题，下士道和中士道、大士就是上士道，就是分3种。那么下士道呢，就是畏惧这个恶趣而那个遣除罪恶。中士道呢，就不贪那个善友，就是而这个求就真实解脱啊，就是求真实解脱。而大士道呢，就是以这个大悲空性这个无二无别，也就是说大悲空性这个双运而这个不住而变啊，就是涅槃和三有之变，就是这样这个分3个课盘。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讲那个这个下士道，当然这个这3种这个士道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的3种根基啊，就上等修行人和中等修行人、下等修行人。那么下等修行人是什么样呢？大家应该清楚，就是所谓的这个下等修行人呢，他就特别的害怕。这个堕入这个地狱恶鬼旁生当中，而自己呢，就是想获得人间的这种这个身体，或者是天界的这个天人身体，或者呢，就是像这个飞天的这个身体。因为我们众生呢，就是除了六道以外的这个众生是没有的。那么3恶趣当中呢，如果这个感受痛苦呢，那就是非常的可怕。就所以呢，很多这个相信因果的，然后呢，就而不愿意。在这个3恶道当中受苦的话呢，那么这就是这个下士道的人，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应该就是自己要观察自己的相续，我到底是上等修行人还是中等修行人，或者说是下等修行人。我有时候呢，在这个社会上看到啊，就有很多人自己口口声声都认为是这个是这个修行人啊，就而且是这个自己是开悟者，实际上呢。就恐怕这个3士道的这个这种内容都是他还没有动啊，就是根本就是靠不到这个变。就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的。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对这个下一辈子，就是下一世呢，不是这个承认啊，就是对这个下意识不承认的。然后这承认呢，就是精神当中呢，也就是希望求一些福报。那么精神求福报，不承认下意识的，也不承认呢，就是业因果的存在。当然，基层当中的3有3报、2有2报可能是承认的，但是呢，来自生生死死的这种因果这个虚幻呢，一点不承认的话呢，那么就是3世道里面的都不包括。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应该说是要承认这个前世后世，就这一点很重要的。就如果你这个前世后世的不承认的话呢，那么就是修行人当中呢，就是根本不算的。现在这个西方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你有很多人呢。就不承认前世后世，但只承认呢，就是求福报，就是这种修行人是相当多的。所以这些人呢，一定要就是注意，就是这不算这个我们的这个佛教徒，就是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那么我们下面就是所讲的呢，就是就是这个下等修行人啊，下等修行人呢，是怎么样这个修持呢？佛所难忍恶趣苦，皆为恶业之果报，是故总于生命难，永不造罪佛子行。那么，我们的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就是在有关这个30因果记呢、百亿记呢、贤语记呢，以及呢就是大乘小乘的这些经典当中呢，都一再的这个宣说，一再这个宣说的内容呢，地狱恶鬼。就地狱恶鬼旁生3恶趣的所有的难忍漫长的痛苦呢，就全部的这个来源呢，就是我们这个生前呢，造作这个恶业就是造这个恶业。因为我们以前呢，如果造了这个杀生邪淫以及这个屠刀等等，就是我们实践的这些这个自性罪，还有呢，违反了别解脱戒和菩萨戒和弥尘戒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复制罪。
业。这样的这个罪业所导致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善恶趣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痛苦。所以这些这个因果呢，就是过了千百万劫也是不虚的，而且呢，这个因果呢也不会这个错乱的。只要造了这样的这个不善业的话呢，那么一定会是产生这种这个果报啊，就是就像你们最近呢就是也学的这个《报满论》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不善生诸苦，突转诸恶趣，善业生善趣事实相安乐吧，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这种校正，就是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造了不善业的话呢，就是那么就像是这个种下毒的这个种子一样的，就是一定会是转生到这个地狱恶鬼这个旁生的善恶道当中去感受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啊。然后如果你造了这个善业的话呢，那么这个善业的这种果报呢，就是一定会是转生到这个善趣当中，而且呢，就是乃至生生世世这个享受无比的这种这个快乐，就是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清楚，佛陀呢就是有关经典里面就是所宣说的这种业因果呢，就是绝对是不会这个虚妄的，也不会呢就是没有造的人呢就是会感受这个痛苦的，也不会呢就是这个因果啊就是互相都是这个错乱的。佛陀以那个就是了知就是种种业和种种过的这种智力啊，就是要知这个业的种种这个业和过的这种智力来，就是了知就是一切这个善恶的这个因果关系，就是所以佛陀所说的这种道理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说是这个是深信不疑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就是应该就是心里面就是这样这个想就是如果自己真正是造了这样的这个罪业的话呢，那么这个果报呢就是一直会这个等待着你，那么这个永远也是不会这个摧毁的，永远呢就是也不可能就是不干涉的，就是所以我们有些人真的是这个造了恶业的话，那就是这个知道忏悔，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这个智者呢，就是他会这个忏悔的。作为愚者的话呢，就是恐怕对这个忏悔呢还是没有很大的这个兴趣，就是这就是智者和愚者之间的差别。佛陀在佛经里面也是说了，说是这个愚人造恶业不知忏悔罪，智者忏悔罪不与罪共住吧，不与罪同住。那么就是作为愚者的话呢，就是他就根本不知道这个忏悔，他会造业，但是呢，他不会这个忏悔。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些人有些人的话呢，他不会挣钱，只会花钱，就是就特别的这种可怜就做坏事方面的话呢，他很能干，就是但是呢，做好事呢，他不会的。而智者呢，就是他有时候以前世的业力或者是以种种因缘具足呢，他这个可能会造一些这个罪业，但造罪业的同时呢，就是他也知道是自己是非常这个惭愧的，然后通过4种对治来进行这个参促，进行参促之后呢，那么自己的相续呢，就是罪业就是不会这个共住的就这一点呢，恐怕我们很多这个修行人也应该知道，越有智慧的时候呢，自己这个就特别有这种惭愧心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的是每天都是就是说是我业力很深重就是一定要好好这个忏悔有时候念那个开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呢，那么上师就是精进的，就是这种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的就非常这个惭愧，就是看上师如意宝应该说是从他的这个开悟应该说很多这个境界方面的话呢，就我们的这个无法这个想象，无法形容的。但是在显现上的话呢，就是如实这个重视这个忏悔业障。以前我们寺院里面有一个叫那个地察活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佩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修行人就是从小都是一直没有间断过问世，就在文革期间也是每天都是拉着一个经架，就是偷偷的在这个问世经论的。但是呢，就是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就经常的是说，看见一个高僧大德的时候呢，我业力非常的这个深重，罪恶很深重。我虽然不断的在忏悔，你可不可以经常呢，就是加持我，千万不要让我堕入恶趣，太可怕了。就是从内心当中呢，真的是就是害怕，就是堕入这个恶趣，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观念。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话呢，就是恐怕也是就没有什么就这方面的堕入恶趣就恶趣吧，就是恶趣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是非常不好的。因此呢，
自己知道是这个以前错了，那么以后呢，即使遇到这个生命危险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也是不造就是这些这个罪业啊，就以前呢应该有这种这个惭愧感，那么以后的话呢，就是应该发誓言啊，就是再也不做任何的这样的这种恶业，就是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永不造罪呢，就是这就是达成这个佛子的这个殊胜这个行为。应该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的话，那就是以前可能每个人呢，就是在自己这个生活的这个状况都不相同的，就可能会造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恶业。我们不说别的吧，就是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杀害过很多很多的这个众生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以前的这些罪业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忏悔，就是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以后你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个善知识和遇到了这个佛法，那么自己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发愿啊，就作为出家人或者是在家人啊，大家应该我们学了这个法以后呢，就是自己心上面有一种转变，就人生是非常的短暂，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呢，以造恶业而这个度过呢，还是造善业而度过？如果你造恶业而度过的话呢，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不如造一点就是死了，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想的。那这样呢，就是自己一定要这个就是尽量的这个不要这个造恶业，不然的话呢，就像是那个因缘品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我们这个高高兴兴的这个造的这个恶业的话呢，那么以后呢就是会这个苦苦地地呢，就是会这个甘受果报的。以前有一个阿罗汉呢，就是他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呢，就是对面呢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带着一个牦牛就是过来，然后当时这个阿罗汉呢就情不自禁的就说是这个真悲惨呢，就很可怜。后来很多弟子问他的时候呢，说是那一头牦牛呢，就是实际上以前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富翁啊，就是很富裕的人，但是他呢就是为了这个造福他，就杀了很多的众生，所以这个恶业呢虽然这个造福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当然有三个，但是呢，因为当时杀生的罪业非常严重，就是现在呢就是变成就是那个众生就变成那个这个众生。所以真的有时候那个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犯了这个这种这个罪啊，就是犯了罪是一定会是这个要这个甘受这种果报的，就是自己要这个忏悔。以前那个智白娘化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位这个上师，他当时呢就是带着这个眷属，有一天呢就是他这个做了梦啊，就是做了这种梦中呢就是发现他的眷属很多都是在这个坑里面就是燃火，就有这样的梦。然后他下来过后呢，就是马上这个问这个眷属们，你们造了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恶业？后来就是就先一个个的不承认，后来呢，就是他就发现到，就是原来他们就是需要供的这个酥油灯的那个酥油啊，是新选的酥油，而那些眷属们呢，就是偷偷的把自己吃的陈旧的酥油呢，就是放在这个供灯的酥油，然后就供的那个酥油呢，就新选的这种，那么自己吃了，所以这个果报呢，就是非常的可怕，就是当时大德呢，就是要求他们就是马上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就是恢复这个新的这个酥油所以我们平时大家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这个享用这个僧众的财产也好，或者是自己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对因果一定要这个重视。就如果因果重视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呢就是会这个成为修行人就以前噶当派的很多尊者呢都认为我们这个见了本尊呢就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因果重视呢就是更重要就有些人说我见到本尊我看见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有这个传统，我今天看见什么？昨天有一位居士也是在我面前说是看你那个头上有个三尊佛像。然后我想是，首先他说是看你头上有个什么东西，我想是不是我头上有什么蚂蚁是什么小虫就是等。后来说是你看你头上有三尊佛像，他就明明就开始这个说妄语，然后他自己也犯了这个妄语罪，没有必要的。真的有时候现在就特别可怕，有些居士呢不懂因果，不懂，我相信他绝对没有看到这个什么这个佛像，你看，这有三种佛。后来我旁边的有几个人呢，就认为是在山上有什么东西，往后看。
真的，现在很多人呢，就觉得是啊，你看见没有什么东西啊，就是其实看这个佛像也好看那个蚊子啊，看蚂蚁啊，就这些都不重要，就是你头上看什么东西的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内心当中啊，就一定要对这个因果有一种这个畏惧感啊，就我不能造恶业，不然的话呢，我一定会是堕入恶趣的啊，太可怕了。你看三恶趣当中的每一个这个众生的这种漫长痛苦呢，谁能受得了啊？就是应该有如实的这种这个恐惧感，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惧缩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呢，就修行是会这个入法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下等修行人也是起码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们这个大乘菩萨当中的话，那就是也是以这个佛子心啊，就你一定要这个相信因果。现在在外面的很多这个居士啊，就真的不相信因果就表面上是说是这个我是那个上师的这个弟子但实际上呢，就在自己在造作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犯了很多的这种这个戒律，就是相当的这个可怕。其实这个犯戒呢，就是真的是就现在很多人我们这个树戒律的话呢，有些实践人就不理解为什么你们树这个条条框框，就是这个不准那个不准，树戒就是树戒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真正我们这个全世界的人，如果像我们这个大乘佛教里面也就是不杀生不屠刀不说妄语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整个世界也好，整个这个国家也好，就是一定会是和平的，一定会是和谐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不懂，就是就是这个不准那个不准，你们这样子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可以喝酒可以这个屠刀可以说妄语那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就变成什么样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戒律的话，那当然是有上等、中等、下等，就是在这个佛教的戒律里面也是分很多。如果有戒律的这个约束的话呢，那么就是造恶业的这个人呢，就是很少的这就是整个对这个社会的案底。就从实践的话来讲呢，就是真的是我们实践当中这个守戒律的人、学佛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国家呢，就是有利益的。但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在这方面就是还没有就是真正的这个了解到它的殊胜性。这样以后，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对这个在这个三世因果方面呢，就是多翻译一些这个经典。以前那个普琼瓦格西就是他也是说是他从那个孝道一直这个老之间呢，就一直呢就是阅读这个宪狱经。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也是对这个因果很重视，就是经常就是读一些这个大圆满前行就是读一些因果方面的，让自己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也是不敢做。特别害怕，就是那这一点是说明就是在自己心里面有个这个畏惧感，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那有些人呢就是无所谓，没事，你相用就可以，无所谓。那这个话呢很可怕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下一个宗旨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重视道就是重视道，刚才也讲了，就是不谈三有而求解脱。三有乐如草间落，乃是瞬间毁灭法。了知恒是无边法，希求解脱佛之心。我们这个实践当中也就是说这个色界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就这叫做这个三有，就是三界。那么三界当中所拥有的这个所有的有漏的安乐呢就是全部都是不可靠，就没有什么可靠性的就不稳固的就瞬息万变就是刹那呢就是毁灭的，就是没有就是真正的这个实在的这种意义就像是这个早上就是早上那个在这个草上那个结的那种露珠的话呢，那么就是当这个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呢，就马上就是消失无影了就是消失无踪。那么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真的很多的这种快乐呢，就是其实呢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自信的就实践的从总的有为法来讲呢。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真的是就一定要想起来，就整个有为法呢，就是有没有一个可靠性呢？就没有的。就实际上的这个露水电或者说是一些梦幻泡影来比喻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可靠的。可实践人懂不懂就这一点真正能懂到的人，口声声说的是受就念《金刚经》的人也比较多的，但真正对有为法这个
个升起厌离心的这种人是几乎都是没有的。如果你对这个轮回的痛苦没有这个升起真正的厌离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出离心呢就是无法升起来的。如心论当中也说了，就是无苦无出离，就是没有这种痛苦的话呢，就是厌离心就是没有。如果没有这种真实的这个厌离心的话呢，那么你相续当中啊，就是升起的这种这个真正的这个解体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别解脱的这种道相，就是很难以这个升得起来，就是很难以这个升得起来。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知道世间当中的一切的快乐，一切的这个相数呢，就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实在的意义，而一定要了知，就是所谓的这种解脱呢，就是它是这个永恒的，它是这个永恒的，它呢就是永远的是让我们就是获得快乐的。当然，你如果获得了圆满真正觉这个佛陀的果位，或者说是一切这个菩萨的果位的话呢，那这种快乐就更不用这个说了。即使你获得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小乘的阿罗汉的果位啊，那这个获得这个阿罗汉的果位的话呢，那么就不像我们实践当中就是今天呢就是所享受的这个快乐一样，就是马上呢就毁灭，就是不会这样的。因此呢，就是大家都是一定要知道，就是自己就希求解脱，就这是我们中士道当中呢，就是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想法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自己还是有自己自我这个解脱的这种想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有的。所以我们中士道当中呢，一般来讲，这个小乘的这些行人呢，就是你以为是中士道的。那么我们现在可能有些人自己的口口声声说是我是学显宗的、学密宗的大乘佛教徒，但是你相续当中有没有考虑众生？如果没有考虑众生的话呢，那你真的是这个跟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士道就是也就是说呢，就像小乘阿罗汉那样，就是自己这个获得解脱。当然，自己获得解脱的时候呢，就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对世间的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呢，就看着这个就像是那个监狱里面的这种快乐一样，就是绝对是没有什么这个稳固的。世间的财富也好，名声也好，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有什么可考的呢？有什么就是可值得探究的呢？就像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入心论里面所讲的那样，一切皆无常，随谈无常法。一切都是无常的，就我们就是谈着这样的这个无常法，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尤其是现在的世间人，有些就是贪着名声，贪着财富，真的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别解脱经里面呢也是说了，就是说那个财富如牛碎，就我们世间的这些财富的话呢，就像是那个就是奔腾不息的这个河流一样，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这个就是去往就是大海，就没有就是任何这个实在的意义。可是现在的这种人啊，就是很多人的真的是就恐怕是就是不能就是了知就是世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快乐啊、地位啊，就是全部都应该说是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就像佛教历史上呢，就是神光王就称为是这个世间第5大王，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那么后来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太子呢，就是把这个王位已经夺走了，然后呢，就是自己也是这个没有这种这个可靠的地方，就无有这个就是稳固的这种地方。后来呢，就是漂泊不定，就是到处都去。后来好像这个维持生活的时候呢，也是很困难的，就是有一个这个罗布来，就是这个维持生活，然后喝一些冷水，结果这个消化不了就是在这个路上呢，就是来来去去的这个奔驰的这个马车呢，就是然后呢，就他的这个灰尘就是这个灰尘呢，就是也是卷在他的这个嘴里面，然后通过就是这种非常就是可怜的这个方式来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世界当中的真的有时候呢，就是看到就是很多的这种人就是有了这个财富呢，不一定是这个快乐的。有了这种财富的话呢，那就是最后就是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大概是05年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山西金华集团的，就是有个户种叫做是应该徐开吧，就是徐开，他呢就是当时就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富裕就是这个千万富翁。
但后来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他就穿着这个黑色的衣服，就然后就是坐着一个出租车，然后出租车呢就是出租车司机呢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这个谁，然后他就告诉他就是我呢就是叫做这个什么什么人但是我很想这个死，就是想自杀的这个原因呢，我虽然这个有很多的钱，但是我身边的人呢都不爱我，就是都爱我的这个钱，说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这个苦恼，就是你说那个自杀的话呢，就是吊死好还是跳河好还是跳楼好，就是到底是怎么样好？然后司机呢就是跟他也是就是一起这个商量吧，就是一起这个商量，就是他说这个如果这个跳楼的话呢，就是别人看起来也是不是很好的，然后这个跳河的话呢，就是也是自己很痛苦的，这个吊死的话呢，就是也如何不好但是呢，就是他不相信，就是他是那么这个有钱的这个富翁。后来就是他说，你如果实在不相信，也许过几天呢，就是你会报纸上会看得到的。结果就是在过了几天之后的话呢，的确也是在报纸上这个看到了，就是但是后来好像他自己吊死吧，就是吊死的，所以很多分析家呢，就是当时分析，当时他没有死的时候，这个心里的这种这个痛苦呢，就是无法这个描述，就是已经这个崩溃极点了，就已经就是无法这个控制的，已经到了这样的这种状况呢，就是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种这个痛苦呢，就是不一定是由财富而这个获得的就前一段时间，大概是应该这个7月16号的时候呢，就是南通县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呢，也是这个什么开着宝马自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就是说是有一个女的非常有钱，就是然后她开着这个宝马这个轿车就是到了这个河边，就是在桥边呢，就是就好像。就旁边的很多人看了，就是他就特别的这个痛苦，然后车放在这个桥边，就是在那个桥的栏杆那里呢，站了很长时间，过一会儿呢，就是翻着栏杆，就是跳下去了。我们这个世间人如果看呢，就是有开那么好的这个车的话呢，可能他心里很快乐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呢，就是一切财富也好，一切这种富裕呢，就是最终呢，就是痛苦的这个本性。而人们呢，就是在享受它的过程当中呢，也的确就是不会有什么这个快乐，就是正因为本体上也没有快乐，自己没有修行境界的时候呢，最终也是这些快乐的全部就是化为乌有就大家应该这个清楚。因此我们实践当中现在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什么样这个样样齐全的人呢，就一定要就是觉得是这种这个快乐呢，就是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变化，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这个打算。就是听说现在很多我在那个上海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导游给我讲，就是现在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很多人这个准备成家，就是结婚的时候也是学那个西方人，就是现在那个婚前的这个财产就是要这个公证制，然后婚后的财产呢，以后就是好这个处理就是以后那个离婚的时候呢，就是好处理。其实这种这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赞叹，因为你有这个心理的准备就是现在虽然就是大家都这个合作的很不错的，就是应该这个希望是很美好的，但是呢你没有这个做好准备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实践当中每天发生的事情呢，应该说每个人都是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呢，就是最好这个实践人的话呢，就是婚前也是把这个登记好，到时候就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争执就是所以我们实践当中有智慧的人呢，也知道是这个世间的快乐是到底是怎么样，不管是这个男女之间的情感也好，就是财富也好，世间的一切的这种快乐呢，就是最后的是就露珠的水，就是露水一样的就没有的。但我们永远要这个获得的这个解脱呢，就是这个远离一切业惑烦恼的这种圣者的果位。这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大家一定要想。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今天应该要想，就是应该发起出离心。为什么发起出离心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轮回是就是监狱一样的，非常的痛苦。那么这里面这样带下去的话呢，不管是你变成什么样的这个众生你国家总统也好，国家主席乃至这个街上的这个乞丐以上的这些众生呢，没有一个不苦的，只有这个心里就是有这个佛法境界的人呢，就是一定是快乐的。但是这个境界呢，也是可能暂时不稳固的，一定要获得解脱。自相续当中的业和烦恼，前出了以后的那种快乐呢，就是应该说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这个佛子行的要求呢，就是大家也是应该这个希求解脱现在这个学佛的人呢，真的这个求解脱的人很少不管是寺院里面的出家人，然后这个城市里面的居士每个人都说我要学佛法，学佛法。但是你真正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我们这个学佛。有一个老板就是做生意的话呢，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赚钱。那么我们现在学佛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
这个解脱。解脱是呢，就是最好是这个让众生解脱啊，就是牺牲我就是帮助众生解脱，这个是最好的。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呢，你自己不贪着三界轮回的一切这种这个快乐，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所需求的法，那么应该从中获得这个解脱，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要这个追求的目标。因此每个人就是想一想，我到底是不是中等修行人啊？自己想解脱的想法也是没有，每天都是这个吃吃喝喝的话呢，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所称为的这个经济动物啊，就每天都是除了这个就是吃饭这个睡觉以外，就是再没有什么目标的话呢，那跟山上的牦牛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其实山上的牦牛呢也很聪明，就是它天亮的时候，它马上就是要这个起来，就是看哪个地方就是草比较多啊，就是花果比较多的时候呢，到哪里去。然后这个水池里面就是一个水池是浑浊的，一个水池是澄清的话呢，它就喝那个清净的。所以这一点牦牛也是让这个去世。所以我们人呢一定要就是每个人的有一个目标啊，活在人间，我修学呢就是要向这个离开这个轮回，离开轮回的话呢，那你对这个人间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这个豪华建筑啊，或者是你对这个人的这种感情呢，都不会特别的这个执着，就这不是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全是一种假象，就最后你的心里面会产生这样的定见。那么像一个宋词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下士道、中士道都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像那个大士道啊，就是大士道上等修行人。这上等修行人呢，要讲这个就是发心，就是发心的话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的理由和还有这个两种发心，就是发心的学处，就是分3个方面来讲。首先呢，就是讲这个也就是说发菩提心的理由，或者说是他的这个本体，无实事来赐我这诸母肉苦自喝了，是故唯独无边众发起菩提心发菩提心佛子心。那么这个意思呢，应该这个大家都明白，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众生啊，不管是他是这个人还是这个非人，就是任何一个众生的话呢，都无始以来都当过自己的这个母亲。这一点呢，应该我们以前也是引用过很多的这个校正和例证，就是说明过。在这里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给大家就是详细的叙述。那么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已经当过自己的这个父母，而当父母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对自己是如何的这个关爱，如何的这个慈悲爱护呢？每一个人应该这个心里有数的。以前在有些公案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猎人呢，就是杀那个母熊啊，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杀他的时候呢，就是母熊呢，就是在临死的时候也是他就在一块大石啊，就是他抱住一块大石呢，就是不放弃而死了。后来那个猎人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为什么是不放弃这块大石而死？结果呢，就是他的这个孩子就是在下面的溪水里面就是玩水，然后他呢就是当时担心，就是如果把这个石头就掉下来，就是会这个侵害就是他的这个孩子。他临死的时候也是不放弃，就是其实每一个众生真的是对自己的这个孩子呢，是如实的这个关爱，就是我们有些这个有些老乡啊，就是见山时的时候啊，就见山时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就是拉着这个孩子，拉着孩子的时候呢，就是摸定的时候，首先呢，就是他一定要就是让这个孩子摸定，自己呢，就是宁可，尤其是人比较急的时候呢，以前访问如意宝去很多地方的时候呢，就很多那个母亲的话呢，就是看他那个对孩子是很关心，就是对自己目的呢，就是并没有关系，就是应该从这些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众生呢，对自己的这种孩子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执着。那么我们一切的这种众生呢，就是都这个当过自己的这种父母啊，就这一点就是毫无疑问的，应该就是学习过大乘佛教的人呢，就是都会明白的。那么如果这些这个老母有情呢，就是现在这个沉溺在整个这个轮回的苦海当中，他们日日夜夜呢，就是感受就是重的这个轮回的这些这个痛苦，而且分别呢，就是也是感受就是极其难忍的就是三恶趣的折磨啊，就是三恶趣的折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获得解脱啊，就是所有的这些老母有情的不管，让自己获得解脱的话呢，那合不合理？我们实践当中也是，母亲已经关在监狱里面，整天就是痛
过，但自己呢就是在这个豪华的酒店当中非常快乐，天天享乐的话呢，那世间人对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和做法？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作为真的是一个大乘佛教徒的话呢，那么旁边的这些可怜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一直这个就是置之不理啊，就是一直呢就是丝毫的不关心。然而你自己呢就是想获得解脱的话呢，其实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一定要就是像我的这个解脱呢，是不是很重要的？众生的解脱很重要。为了众生的解脱呢，我要去这个需求解脱的过位，这一点是这个合理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是无始以来的这些众生呢，都当过父母，而这些这个父母现在呢，就是也不知这个去世，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呐、应该就我们发这样的这个菩提心，《显光庄严》里面也是说了，发心为利他，求真当菩提。那么这就是我们印藏这个大德们呢，就是凡是这个宣讲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用这句话来就是了知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这个发心呢，就是为了就是利他而这个真获得了这个圆满真的觉得这种过位，就为了度化这些无边的众生呢，我要这个发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发了这个殊胜的菩提心以后呢，才成为真正的这个佛子啊。当然这个发心的分类啊，发心的这种这个功德啊，就这些呢，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不参数。但总而言之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那个讲义里面也已经讲了，就是如果这个菩提心色泽的话呢，那么对这个旁生呢，就是给一个就是示团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就成为这个菩萨心了。如果你没有以菩提心来色泽的话呢，即使遍满整个3000大千世界，这个珍宝啊，然后赐给众生呢，也不能成为这个菩萨心，就只成为一句这个善心。就善心呢，我们现在有些慈善家呢，当然这个做的功德都是很大的，就是今天就是花了几千万呢，就是明天呢就是花这个几百万呢，就是帮助这个什么那个建学校啊，就是或者做什么什么，就做很多功德。其实这些人呢，就是恐怕有没有这个菩提心不好说。如果以菩提心来设置的话呢，那么你的这种布施的这个物品呢，不一定是很大的就一个人呢就是花1000万，然后呢就是布施给众生。那么一个人呢，就是没有1000万，只是买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一个饼干啊，就是买一袋这个饼干，然后呢就是赐给众生。那么功德是哪个大呢？应该买饼干的这个人的功德大。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如果以菩提心来设置的话呢，那么他的功德大。所以这个菩提心的这种功德呢，真的是非常大。阿底峡尊者也是。他就特别的这个注重这个菩提心，就是注重菩提心，当修慈悲心、稳固菩提心，很多这个修法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先修这个慈心和悲心这个开始，然后呢修持这个菩提心。以前他属下的有一个弟子叫做是那个夏赤丘，他呢在医治他的时候是也有这个说是30岁，也是说32岁，但是他呢就说是从现在开始呢。不足以自己的这种这个什么这个名称啊，然后中心啊、故乡啊，以及这个对境啊等等，一切的一切呢，不足以的，只是以为一心一意的修持这个大悲菩提心。但结果呢，他到了这个35岁的时候，真正已经相续当中，这个成熟菩提心，端出了自己自我的这种执着，而这个成就了，成就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修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其实你真正能放得下来，真正你从内心当中升起来的话呢，那么恐怕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了。我们有些道友呢，刚来的时候呢，烦恼也很重，自我的这种我执呢，也特别的这个可怕。但是后来呢，学习大乘佛法以后呢，完全的让这个放下自己，就完全的一味的帮助众生就包括我们现在学院里面的话呢，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有个别的道友的话呢，真的相续当中还是升起了一些菩提心吧，因为对自己呢，不管是乐也好，痛苦也好，凡是不重要的，这样是对众生有一点这个利益和有一些这个对众生是有一些帮助的话呢，那么我愿意去做，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
现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通过就是这种方式来就是修持这个菩提心是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修了很长时间了，就结果一点这个一无所获得的话呢，自己也可能有点这个灰心的感觉。但我们这样是以达成菩提心来设置的话呢，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功德是相当大的。因此，在座的各位呢，一定要这个始终都是要想到这个老母有情，这样是众生快乐的话呢，我自己不要紧的有这么一个信念呢，那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菩提就二种这个菩提心，第二个呢就是讲那个深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首先这个世俗菩提心呢也分两个方面，就是这个入定呢就是修这个自他交换的这种菩提心，而出定呢就这个唯愿转为道用就是唯愿转为道用，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这个入定修自他交换的菩提心呢，在宋词当中这样讲的：诸苦有求自乐生，圆满正觉利他成，是故极乐越他苦，真实相还佛子心。那么我们这个实践当中这个三界轮回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苦、变苦、辛苦为主的一切痛苦那么这些痛苦呢，全部的这个来自于就是曾经自己呢就是喜欢自己需求自己的这种快乐，以这样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所这个导致的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应该就是它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希求自己这个快乐。而我们实践当中圆满正等觉的这个如来的这个过位那么如来的这个过位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依靠这个利他而这个产生的就是我们学的入心论当中也是说了吧，就是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先由自利成吧。就是所有的这个实践当中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今天感冒了，或者是今天那个就心里不舒服以及这个身心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的话呢，那么全部都是以前呢就是所有的这些痛苦就是全部都是这个以前是帮助自己而这个产生的。那么所有的这些这个快乐或者说是圆满正等觉的这个过位的话呢，那么就是利益众生而这个产生的刚才就所有的这些痛苦呢，就是帮助自己而产生的，所有的快乐呢，就帮助这个他人而产生的，就快乐和这个痛苦的这个来源呢，就不用说很多了就是入心论也说了，就是何须更凡须凡欲求此理，母女为你他，且观此而别，就是大家很清楚的，就是不用说很多了就是我们凡夫人呢，就每天都是求着这个自己的利益就是大慈大悲的佛陀呢，就是不管是在因地也好，过位也好，一味的这个利益众生，很容易，很显然分得很清楚的，就是你就观这两个差别就可以了，就看看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道友们就我们的这个发心是到底是什么样？你是得获得这个佛果呢，就是还是就是最后呢，就是扭转这个轮回的，看你这个所作所为呢，就是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对众生有利的事情。如果是对众生有利的事情的话呢，那么真的是我们的那个就是痛苦呢就是会这个减少的就是所以呢。始终都是要这个观想，就是有时候真的平时的要发这样的愿就我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所有的快乐呢，就是献给所有的众生，让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呢，但愿我来这个承受就这样的这种发愿。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这样发愿，就但愿世间当中的所有的灾难痛苦呢，就是以我来这个默默代受，而这个我的这些拥有的这个快乐幸福一切的一切呢，就是全部就是奉献给一切众生的。然而唐巴给许也是说了吧，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个修行八颂里面，就是愿我自己会见解弥勒奉献诸慈母老母有情诸苦自己默默而成熟就所有的这些老母有情的这些痛苦的话呢，就是让我来这个承受，而所有的这些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是让这个众生就是代受。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真的有些大成就者的话，那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别人的痛苦都可以牵出的。以前那个丹增活佛的《如何面对痛苦》的那本书里面引用一个国藏大师的
那个公安吧，就是国藏大师呢，就是当时在国藏地方就是修这个自他交换的这个菩提心的。那么正好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女的，就是叫做是让喜，就是她呢就是非常的痛苦，就是因为她的丈夫也死了，孩子也死了，就是她这个心情非常的这个不好，就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大师就是看到她的状况以后，对她升起极大的这个悲心。他说我最近这个修持的这种大慈大悲的这种心啊，就是从内心呢就是充满快乐，就是。那么我的所有的快乐呢，就是全部是给你，就是你来带走，而你拥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痛苦啊，全部都是你有给我啊，就是他就发了这样的愿。但结果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就话音刚落，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呢，他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呢，全部都这个顿然消失，就顿然消失。然后对他也是这个升起极大的这个信心，就后来呢，就是跟着这个国藏巴大师而学，就是最后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自在瑜伽母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公案，就是其实我们实践当中呢，有些是真的，这样修持的时候，不仅是我们佛教徒，我有时候是看到那个其他的宗教徒当中也是有这个现象。前一段时间可能你们山谷里面的人不一定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个阿富汗那个塔利班呐，就是当时那个这个南韩的，就是大概23万名吧，就是23名宗教徒呢，就是到哪里去的时候，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塔利班的那个武装人员呢，就是把他们什么那个绑架，就是然后做这个人质。让他们南韩的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币呢，就是退回去，否则的话呢，就是他们把这些人统统的杀死。结果呢，就是可能杀了，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就是头头呢，就是已经杀了，就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他们当时特别开心的，就是23名人呢，全部没有一个不晓得，就拍了这样一个照片，就是当时他们特别开心，他没有想到就是最后呢就落到这个他们的手里，就是都不释放，然后全世界的人也要这个反抗。还有，尤其是这个南韩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领导也是有些到哪里去了，有些呢就是想一切办法跟他们谈判，但是呢，就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放。其中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的呢，就是身体不好，就是然后当时呢，就是说可以这个放呢，就是你身体不好，你就可以去了。但是那个女的呢，她说是我身体还可以，就是你就放别人吧，就是因为你住在哪里的话呢，就基本上是必死无疑，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就是这个判死刑一样的，很危险的。但是呢。他都说，就是他没有说是，既然我放了，就是我就很快就跑了，就是他没有说，他说是我现在身体还可以，你们放其他的人吧。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觉得是我们这个不说是个佛教徒吧，就是在其他的这个教徒里面的话呢，有些是真的是遇到最关键的时候呢，就是用自己的这种快乐呢，就是可以这个就是让别人来这个享受就是你这个到了这个生命的这样的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是可以，就我自己死了可以，就是让别人放的话，恐怕我的自己想，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在这样被别人绑架呢，那个时候呢，就我旁边的这些人，就是也希望这个获得这个这种这个释放，就是但我能不能发心？有时候扪心自问的时候呢，真的很惭愧，就是恐怕你们个个都不会这样吧，平时态度也是很不错。所以就是真正的这种自他教化呢，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就是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平时呢，大家在这个我去年讲那个修行七要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修行七要里面的一些自他教化的这种窍诀就是现在很多人修了以后就感觉非常好。应该平时这样修的话，那就是遇到这个一些大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也会这个运用就是运用这个修持。加一个宗旨呢，就是我们讲那个这个初定就是唯愿转为道用初定唯愿转为道用呢，分4个方面，就是一个是不欲唯愿转为道用和还有这个安忍这个转为道用，心随转为道用和贪嗔转为道用，就是应该分4个方面。其中第一个不欲转为道用呢，就是不得泥养转为道用，痛苦转为道用，恶名转为道用，诽谤转为道用吧，就是大概分4个方面。然
那其中第一个是这个不与转为盗用啊，就是不与，也就是说受到这个损害呢，就是转为盗用。何人依他贪于性，夺回令夺我主财，次生殊用，善是善，回向于他佛子心。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呢，就是任何一个人啊，就是如果就是我的朋友也好，我的这个亲人也好，就是生起大贪欲心啊，然后呢被贪欲的这种这个驱使下，他将我的所有的这个财产呢，就是全部夺走了。而且现在这种现象比较多的，自己的亲人啊，自己的这个同事啊，最后就是生起贪欲心。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他说他们共同呢就是做一个这个工作，做一个事业啊，就是最后呢就是他特别信任他，但后来呢就是把这个钱呢就是全部存在其他的银行里面，然后在别的地方就是开一些就其他的这种人的名称，然后呢就是自己开始开这个其他的厂，而是故意这个还基本上是他所有的财产都全部就是已经都光了，就是然后那个是个佛教徒，就是他说我现在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就是我要如果真的要告他的话，那就是我应该有办法的，但是他后来就是想来想去，我作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呢，我算了不告他。就是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还有一个人呢也发生了同样的这个情况，但是他呢，就是我这个赚来的这个钱呢，就是无缘无故的让他这样这个使用的话不合理的，我应该呢就是通过这个律师就正当的途径呢，就是把这个钱追回来，全部是供养三宝，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实践当中呢，真的有些人呢，就是以贪欲的这种这个驱动下呢，就是把这个我的财产全部抢了，有些他自己没有抢，他自己呢派一些这个黑社会的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呢，就是抢夺我这个拥有的所有的这种财产。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发了这个大乘菩提心的，我们不但不报仇，就是不但不以牙还牙来就是害他，而且呢以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心来对待他，还将自己的身体善根殊用全部呢就汇献给他，也就是说呢就是赐给他，我这个身体呢就是可以这个让他这个使用，我自己的这种这个财产剩下的这些东西的话呢，还给他，看能不能做得到。就是恐怕很多人呢就觉得是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我发菩提心是可以的，相续当中菩提心倒是有的，但是这一点是没有。有些人真的这个有时候看起来就是菩提心很容易啊，我现在成了菩萨，打电话的时候也是说妈妈，我现在已经成了大菩萨了，今天就是看到《入菩萨行论》里面我已经有了菩提心了，我好高兴啊，我中午准备吃一顿好饭。但是过一会儿呢，就是遇到这个违缘呢，就是然后这个将你的这个不要说是所有的这个财产呢，就是你的那个一些最珍贵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包括这个身份证啊，还有一些东西被别人抢了，然后就菩提心就没有了，就是刚才的这个菩提心呢，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呢又通过这个其他方式来就是准备报仇，就准备报案，就是准备呢就是给他拼命的就是做这个对抗，就是那这种行为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真的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有了一些财富啊，有了一些利益的话呢，其实是一种这个违愿，就是吉天菩萨也说了，就是说我求什么我为求解脱，不为利养佛，就我们都是这个求解脱的。实践当中的这些利养呢，对我的这个解脱来说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意义。如果我在实践当中以显明养活的话呢，那不如这个造一点事了，就是宁尽速死么不愿显明惑，就是我们前面也学过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教研吧，就是宁可呢，就是我很快的时间当中呢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千万呢，就是不要以那个各种这个显明来，就是或者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很多的这个修行人呢，表面上看起来的自己也是真的是有这个菩提心啊，有这个这种这个修行的境界，甚至有些说是我已经这个开悟了啊，口口声声都说现在我不用修行，我已经证悟空性了。那你证悟空性的话呢，看看你的那个不说什么别的吧，就是你的电脑笔记本或者是你的手机呢，就是被别人抢了，就是路上遇到一个强盗，就是。然后你的那个什么钱包就是被别人抢了的话呢，看你的态度，这个发菩提心的人是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对付的？在那个时候，你自己的善根殊用全部都这个回向给他人，还要这个我昨天遇到一个人呢，就是他说是有某人呢，就是天天的是害我，但是我也知道是他天天害我，但我呢就是不但是不这个害他，而且呢，我现在每天这个听的发的这个功德和每天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功德呢，全部都是回向，我每次念
点不显心愿品的时候，把这个人呢就是观想在我的这个前面，然后我像我今天所做的这些所有的善根呢，就是回向给他，让这个众生呢就是乃至这个生生世世当中获得快乐，就是他是这样这个修的。所以我像是这种人的这个修法还是很不错的。但我们自己呢看看怎么样，就是大家真的要有时候这个相就说起来的时候的是很好啊，就是我是大乘菩提心了，我是开悟了，我是现在这个修行很不错，很多人都会这样说。但是这个有些是可能有点这个幼稚的话，就是你对这个佛法呢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呢，就是只知一面就不知这个全面，就整个有些理解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欠缺性。所以我们就是越闻思呢，就是对佛教的道理呢，就是越有这个深入的这种体会，就是深深的这个体会。有了体会以后，自己的行为呢，慢慢变得这个如理如法。所以作为这个当前的一些佛教徒来讲，是这个学习佛法闻思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在口头上可能说的很大的，实际上呢，就是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并不是那么这个简单。就是所以大家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发愿，别人呢就是害我，哪怕是这个抢到我的这个财产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应该那个。不应该就是对付。原来我看上次如意宝大概是86年的时候吧，就是这个有一次观世音金刚的定，然后观世音金刚的定全部呢，当时在那个三义佛塔的面前那个集中在那里。当时那个就是有一个官家呢，就是说是在上面有一个小偷，就是敲了一个道友的门，就是看怎么办。然后上师呢，就是应用这个校正，就是在那个当场就是应用这个校正，按我们真正的这个佛教徒的话，那就是将自己的财产都全部抢完了，也是不应该就是害他，就是所以既然这个小偷已经跑了的话，那就那别管吧，就是当时这样讲的，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那个有时候啊，就是遇到这些这个违缘的时候呢，就是看这几个偈颂里面怎么讲的，就是自己也应该想一想。好，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ncha thobaya thonani de jana pasi k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len dra dra Bandara Badna Sadar Bandara Badna Sadar Bandara Badna Sadar